魏婴黑着脸看着试图卖萌的小麻雀，这只鸟儿原是跟在蓝湛身边的，结果偷溜着将炼尸场里的怨气吞噬了一个干净，都不需要蓝湛再清理怨气了。时间倒回1刻钟前，有道，走了。周云潇洒地踩在一旁的石头上，头也不回地喊道。魏婴和蓝忘机打完招呼后，也跟着走了，可是走到一半，魏婴抬眸，只见蓝湛一个人拎小鸡仔一样拎着5、6、7个大活人，蓝湛的力气真的一如既往地大呀。周云顺着魏婴的目光抬头望去，嘴角不自觉地抽搐了一下，第一次从体能的角度直观地感受到修仙者与普通人的差距。魏婴，你能拎那么多人吗？魏婴一脸惊恐地望向周云，脑海浮现了自己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情况下一只手拎那么多人的场景，倒吸一口凉气。周大哥，你可能想多了，是只有蓝湛才能做到这件事，我最多拎一个。周云下意识舒了一口气，看了看自己手臂的肌肉，一个自己也是可以的。随着碧晨向莲花坞驶去，高空中一抹黑色的身影从蓝忘机的衣袖中钻了出来，扑腾着一双小翅膀朝炼尸场方向飞来。许是嫌弃飞行的速度慢了些，直接连翅膀都不扑棱，径直从高空中摔落。魏婴表示头上飞过一只黑色的小胖雀，就很无语。小胖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滞留在原地的活尸一个恶虎扑食，怨气入体，怨气炼化，吐出尸体，整个过程行云流水，生生给魏婴震惊着了。魏婴摸了摸自己的脑袋，虽说自己能够理解其理论，但这小小的麻雀在自己面前表演生吞活尸，还是震惊更多一点的。周云一辈子稀奇古怪的事件着不少，差一片刻就将此事划分到了不可知的神奇领域。魏婴，这只鸟如何处理？周云看着身躯愈发庞大起来的小麻雀问道。魏婴尴尬地笑了笑，用食指放到嘴边吹了一声，喊那只麻雀过来。经过麻雀整合炼化的怨气比较纯粹，也更方便魏婴直接提取。小胖雀委屈地滋滋了2声，许是知晓魏婴会给他留部分，便不再压制容器内的怨气，结果麻雀吸食的怨气一窝蜂地跑到了魏婴身上。从周云的视角来说，一个魏婴与将近3丈高的禽类站在一起，铺天盖地的黑气朝着魏婴涌去，隐隐还夹杂着几声古怪的嚎叫。随着怨气涌入魏婴身体中，小麻雀肉眼可见的缩小到正常大小。麻雀吱的一声飞上魏婴的肩膀，魏婴回头摊了摊手，周大哥，我是专业挖坑埋尸的，现在生意开张了，你可能要等我一会了。周云看着横七竖八的尸体，颔首道，自是要入土为安的。魏婴一把撸起袖子，随手找了个家伙事，吭哧吭哧就开始干活了。周云也没有闲着，将场内倒地的尸体都一个个整齐地放到一排。你还要和蓝公子一样给他们安魂度化吗？周云撑着下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魏婴往铲子上蹦了一下，安魂曲我会一点，但我的陈情不在身边，以后可以研究一下没有乐器怎么度化。周云走到房屋边上，拿起一把锄头，估计这地埋尸也是常有的事，就着尸体旁又挖了一个坑，那么多人在一处委实拥挤了一些。在2人忙碌期间，小麻雀悄悄地飞走了。回到客栈，魏婴与周云发现那只麻雀似乎又去觅食时，而且吃得特别饱。魏婴戳了戳麻雀鼓鼓的肚子，你又去哪找着的怨气？麻雀两细腿一蹬，装死躺在了桌上。也就是开头那一幕，小麻雀黏黏糊糊地蹭了蹭魏婴的指尖，朝着东西方向拍了几下翅膀。魏婴，我就不和你一道走了。周云看着这架势是又要奔赴一个炼尸场了，于是挑了挑眉头说道。魏婴眼眸中满是不解，周大哥，为何不与我们一起走？魏婴潜意识已经把蓝忘机划进了一起行走江湖的范围圈，全然忘了这姑苏兰氏丢了重伤的2公子会有多着急。魏婴是真的很想结交周云这个朋友，在他身上自己能够感受到侠义道，好像自己曾经质疑过的观点也在他身上有了新的答案。周云本就是想随便找个地方打发了后面的时间，可重新卷入这修仙界的人心鬼欲尾时有些不乐意，一是倦了，二是也没那么大的能耐。说到底，周云可以借助轻功在天上飞一会，却做不到用灵力长时间御剑飞行，
这就是普通人与修士的区别。魏婴，你应该也看出我活不了多久了。周云用指尖摩擦着茶杯，缓声说道：我想在最后的日子去看看我的老朋友们。魏婴是谁？自创一道的天才。虽说生死有命，但魏婴就是不信这个邪。哪怕周云不跟着自己走，也该平平安安活着。若大德之人最后落得惨死他乡，这天道或许也该重新。咔！轰！天空上方传来阵阵闷雷声，偶尔传来几声闪电的轰鸣声。屋外的雷雨声打断了魏婴的思绪。魏婴缓过神来，抓起一旁的小麻雀薅了2把。魏婴遂说道：周大哥，我能了解一下您的伤是怎么回事吗？我可能有办法医治。